石油人民币来了，但不等于石油美元的终结。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自中国与阿拉伯国家进行高峰会谈以来，石油人民币就成为了一个新名词。以普京在俄乌冲突爆发后推动天然气卢布、石油卢布不同，中国以经济合作为基础，在与中东国家共谋发展的同时，推动使用人民币结算石油交易，的确意味着全球能源市场规则的改写。瑞信分析师指出，2022年底，中国与沙特以及海合会国家领导人的会谈，标志着石油人民币的诞生。如果再结合中国是全球第一大贸易国，世界最大的石油能源进口国，而且人民币在国际范围内拥有极强的兑付信誉，任何国家拿着人民币都能获得想要的生产生活物资，因此石油人民币的出现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网上有人认为，全球能源贸易的转变背后将会对以美元为基础的金融体系造成严重冲击，甚至导致美元崩溃。亚洲时报以美元的消亡即将引爆亚洲的2023年为题，唱衰美元。其论点包括美国经济的负增长、高通胀、不可持续的债务和有毒政治，都将驱使投资者抛售美元。而中国经济在疫情后的快速复苏，石油人民币的推出，都将加速投资人抛售美元。虽然这种想法很好，而且中国推动人民币全球化已经走出了极为重要的一步，但是要说美元就此完蛋了，那可就过于乐观了。首先，石油人民币的谈判并没有完全结束，这里还存在着不小的变数。就算尘埃落定，步入实际操作，到逐步扩大人民币在石油贸易中的使用范围，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会一步到位。目前唯一比较确定的是，中国与俄罗斯、中国与伊朗在能源领域使用人民币结算，而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的人民币结算只能说是一种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毕竟有美国这个破坏者。目前比较有利的因素是，随着一带一路项目的推进，中东国家需要大量人民币以中国企业进行结算，这就是经济合作推动了一些国家对人民币的需求。所以石油人民币有可能成为一个顺势而成的结果。第二，以沙特为代表的国家目前还离不开石油美元，更主要的是以美国经济的捆绑，美国为沙特提供安全保障，并支持沙特王室的权利和地位。沙特承诺用石油收入购买美国国债和其他资产，支持美元债务扩张，缓解其预算赤字。沙特对美国在安全上的依赖是石油美元存在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沙特从美国进口的武器数量占美国武器出口总数的 23%， 而沙特要在安全上独立，或者改为从中国引进武器，可能需要很多年的调整。第三，美元最强势之处是其在国际结算体系中的地位，再加上两大原油期货交易所赋予了石油美元的金融属性，也就是当下的石油期货交易几乎都是以美元进行的，其他类型的货币暂时难以挑战。美国以美元为主导，控制着国际货币清算中心，几乎所有的大宗商品都要以美元计价，而中国要建立起能够替代 SWIFT 的体系，估计呢还需要很多年。毕竟交易结算工具是一种使用习惯养成的，只要美国人不作死，那么想替代它就很难。总体而言，石油美元的强势主要是基于美元在全球金融市场的地位，也基于美国能输出安全保障。石油人民币的到来并不等于石油美元的结束，我们只不过刚刚走完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当然，只要美国想利用 SWIFT 发动制裁，且不断恶化与中东国家的关系，那么人民币的好机会还真的有可能到来。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